非常感谢乌克兰总统能和我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荣幸。我们进行了很多很好的讨论和谈话，我认为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进展。正如你们所知，不久前我们和俄罗斯总统举行了一次很好的会晤，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成果。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有来自欧洲的7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我们将在会后与他们会面。非常感谢您的到来。非常感谢总统先生，首先感谢您的邀请，非常感谢您为停止杀戮和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特别是您个人的努力。谢谢您借此机会，还要非常感谢您的夫人，美国第一夫人，她就我们被绑架的儿童给普京写了一封信，还有我的夫人，乌克兰第一夫人，她递交了那封信。谢谢，不是给您，是给您夫人的。那我就不给他了。对，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敏感话题。感谢各位合作伙伴对本次会议形式的支持。这样在会后，我们就能和在场的各位领导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欧盟、北约，我是说所有支持乌克兰的伙伴进行交流。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谢谢。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彼得。请讲。谢谢川普总统、泽连斯基总统。您今天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必须结束这场由他自己发起的战争。川普总统，您说如果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愿意，他几乎可以立即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到底哪个是对的？我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将会举行一次会谈。如果今天一切顺利，我们将举行3方会谈。我认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可能结束战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到此为止了？今天的会面会达成协议吗？我不能这么说，这绝不是我们支持的结束。人们正在被杀害，我们想要阻止它，所以我不会说结束。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达到目标，已经快4年了。上周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我是说数百万人被杀害，但上周死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很大的数字，很多士兵死亡，双方都是。而且我了解总统，我也了解我自己，我相信普京也想看到战争结束。您上周5和普京会面了，今天泽连斯基总统也在这里。在您听取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意见之后，您认为哪一方现在更有优势？我不想这么说，我只是处在这个位置听着。这不是我的战争，这是乔拜登的战争，他与这件事的发生有很大关系。我们希望它结束，我们希望对每个人都好，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局。乌克兰人民遭受了难以置信的苦难。泽连斯基总统，您准备好继续让乌克兰士兵再牺牲几年吗？还是您打算同意重新划定地图？谢谢你的提问。首先，你知道我们每天都遭受袭击，今天也发生了很多袭击，很多人受伤，还有一个孩子死了，很小的孩子，才1岁半。所以我们需要阻止这场战争，阻止俄罗斯，我们需要美国和欧洲伙伴的支持。我们会尽力做到，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很坚强的人民。我们支持美国，特别是川普总统的想法，停止这场战争，用外交途径结束战争，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3边会谈，正如总统所说，这是一个关于3边会谈的良好信号。我认为这非常好，谢谢。总统先生，如果能达成和平协议，如果能够达成，您是否愿意派遣美国维和人员前往乌克兰？我们会和乌克兰合作，和所有人合作。如果能实现和平，我们会确保和平能够长久维持，这是长期的。我们不是要维持2年的和平，然后又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会确保一切顺利，我们会和俄罗斯合作，和乌克兰合作，确保一切顺利。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实现和平，它就能奏效，我对此毫不怀疑。
总统先生，你的团队谈到了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是否会涉及到美国军队？您是否会排除未来这种可能性？稍后今天晚些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我们还会和7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会面，也会谈到这件事，他们都会参与进来，会提供很多帮助。在安全保障方面，他们会提供很多帮助，情况会好起来的。他们是第一道防线，因为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是欧洲，但我们也会帮助他们，我们会参与其中。是的。总统先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到，如果不解决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战争就不会结束。您是否了解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么说吧，战争终将会结束。我无法告知你们具体何时结束，但战争终将结束。这位先生希望它结束，普京也希望它结束。我认为全世界都厌倦了这场战争，我们将促成它的结束。你知道，我曾结束过6场战争，我本以为这场是最容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有很多原因，人们会讨论很久，他们也会讨论其他的战争。看看印度、巴基斯坦，我们谈论的是大国，看看那些战争，去非洲看看，卢旺达和刚果共和国已经持续了31年，所以我们总共解决了6场战争，还不包括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未来核能力。正如你所说，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核能力。我认为这场战争我们也能解决，我有信心我们能解决它。请继续。总统先生，谢谢您。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与欧洲领导人的谈话，以及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条件才能支持结束这场战争？好的。我们会和一个很棒的代表团见面，他们代表7个非常强大、非常大的国家，而且都是很棒的人。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议，他们希望看到和平，他们很想看到和平。听讲，穿红衣服的那位，川普总统。您认为，如果乌克兰割让俄罗斯尚未征服的领土，这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是否能实现持久的和平？您认为这对乌克兰来说是公平的和平吗？关于你问题的第一部分，我们会实现持久和平，我们会实现持久和平。我希望它能立刻实现，我希望不必再继续下去。我认为当和平宣布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非常高兴。好的，请讲。总统先生，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第一夫人写的非常感人的信件，这封信已亲手递交给了普京总统，信中呼吁结束战争，主要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第一夫人为什么觉得这封信是必要的？是因为她认为普京先生是这场战争的侵略者吗？是否也有一封类似的信件被亲手递交给泽连斯基总统？第一夫人对此感受非常强烈，她和你们和我一样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当然我看到了一些你们看不到的事情，那些事情很可怕。她非常热爱孩子们，她有一个很棒的儿子，她爱他，可能胜过爱任何人，包括我。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她的确很爱她的儿子，她热爱孩子们，她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其他战争也是一样，她看到了令人心碎的场面，父母们以及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葬礼，总是葬礼，我们想看到一些葬礼之外的东西。那是一封很美的信，普京也非常乐于接受，他让我转达。他很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很希望看到它结束。他非常坦率、非常自豪地说出了这一点，同时也带着巨大的悲伤，因为太多人因此丧生。布莱恩，请讲。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两位。首先，泽连斯基总统，你这身西装看起来棒极了，你看上去气色很好。我也这么说，挺好。上次就是他攻击你的，你看，现在他……我记得。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泽连斯基总统，你还穿着上次那套西装？
也许吧，可能你那件更好。如果能实现和平，感谢上帝，你愿意在贵国举行选举吗？当然，我们愿意举行选举。是的，我们必须确保安全。我们需要在议会中进行一些工作，因为战争期间无法举行选举。但我们可以确保安全。我们可能需要怎么说呢？我们需要真相。是的，战场上、天空和海上都需要真相，这样才能让人们能够进行民主、公开、合法的选举。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您的意思是在战争期间不能举行选举？那我就假设3年半以后，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和某国交战，就不能再举行选举了吗？哦，那太好了，我想知道那些假新闻会怎么说。你喜欢这个主意吗？不会吧？说到新闻，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问出来，我觉得都很荒谬。但你是否认为美国媒体真的不希望达成和平协议？因为在您带头争取和平的每一步，他们似乎都一直在批评您。这真是个惊人的现象。我说过，如果在和解协议中，你们得到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周边数千英里的土地，他们也会说我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这种仇恨和敌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不是所有人这样。我们这里也有很棒的人，但也有一些很糟糕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被告知该说什么，你知道，在解决所有这些战争时，他们甚至都不报道，你知道。我看到了几场主要的战争，我看到了持续了31年、35年和37年的战争，还有几场结束得比较快的。其中一场很快就要达成全面协议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场？那可是个大事件，但是他们甚至都不报道。无论我做什么，无论如何，你知道，这和你们没什么关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你们有利，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达成什么协议，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会得到好处，也许普京总统也会得到好处，但他们会说，川普真是太糟糕了，就是这样。我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这些，自从第一次选举前不久就开始了。我过去经常得到很好的宣传，现在我得到的却是任何在任者都未曾有过的最糟糕的宣传，但我还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了，所以人们是理解的。归根结底，只有他们才重要。但我也遇到过很棒的记者，我遇到过非常优秀的记者，但是当你做了正确的事情时却没有报道，这真是令人难过。举个例子，他们说，因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了美国领土，这对唐纳德·川普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不喜，他来访真是太好了。说实话，对他来说，这很不容易。这和他们说的情况恰恰相反，但他们还是这么说了。如果他没来，他们也会说这对川普不利。是的，反正怎么说都不对。媒体就是这么不诚实，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失去信誉的原因。你知道，媒体的公信力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现在在华盛顿特区做了一件事，我们把华盛顿从最不安全的地方变得安全。现在朋友们打电话给我，民主党人也打电话给我，他们说，先生，我想感谢你。我妻子和我昨晚4年以来第一次出去吃晚餐。华盛顿特区现在很安全了，而您在4天内就做到了这一点。我告诉你，这里很安全。我的另一个朋友，他有个儿子，是个很棒的高尔夫球手，正在巡回赛上。昨天他在一场大赛中获得了第4名，斯科蒂·舍夫勒在那场比赛中打出了精彩的一杆。他说，他的儿子今晚要在华盛顿特区吃晚餐。我说1年前你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他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他说你所做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我认为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媒体却说他是个独裁者，他想接管一切。我想要的只是我们人民的安全。那些2年没在华盛顿特区出去吃晚餐的人，现在都出去吃晚餐了，而且过去2天餐厅比很长时间以来都更繁忙。谢谢你为此做出的贡献。总统先生，昨天我和格林女士一起在外面走，如果你能在华盛顿和她一起走动而不受攻击，那说明这儿很安全。是的。
谢谢总统先生。上周您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同意30天的停火或任何形式的停火，将会产生您所说的严重后果。会有严重后果吗？情况会因为什么而有所改变吗？我认为现在不需要停火协议。你知道，看看我今年促成的6项和平协议，他们都是在交战双方达成的。我没有促成任何停火协议。我知道停火协议可能很好，但我也能从战略上理解为什么一方不想要停火。停火之后，他们可能又从整旗鼓重新开打。也许他们不希望这样，但看看我们促成的6项和平协议，都是长期战争。我没有促成任何停火协议。我喜欢停火这个概念吗？我喜欢停火这个概念，因为它可以立即停止杀戮，而不是2周或1周后或任何需要的时间。但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协议，在他们战斗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必须战斗，我希望他们能停止，我希望他们停止。但从战略上讲，这可能对一方不利。但我达成的所有这些协议，甚至都没有提到停火这个词。但是，总统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但又不支持他们成为正式的北约成员国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定论。如果你们回顾一下，早在普京总统之前就一直有声明说他们绝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当时的声明。但我们目前还没有讨论过任何相关事宜。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会给他们非常好的保护，非常好的安全保障，这是其中一部分。那些在等我们的欧洲领导人，我认为他们和我们志同道合，他们也想提供帮助。谢谢。川普总统，美国已经为乌克兰的战事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拜登，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僵局，而杀戮仍在继续。川普总统，美国还愿意给乌克兰提供多少？泽连斯基总统，你还想要多少？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不是在白给，我们是在卖武器。在此之前，我想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了。那是乔拜登当政时期，他是个腐败的政客，不是个聪明人，从来都不是。顺便说一句，往前倒推40年，他40年前也不是个聪明人，但他现在尤其糟糕。这是个腐败的政府干的，他们本不该上台。坦率地说，如果选举结果是正确的，如果我当总统，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他会非常高兴，因为他本希望看到。我的意思是，他们经历了地狱，他经历了地狱，这场战争本不该发生。那些被杀的人，几百万人，很多人，包括士兵和其他人，还有那些流离失所、被迫进入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只是想说，他是个糟糕的总统，无论是边境问题还是这件事，他都是个糟糕腐败的总统。总统先生，您想回答这个问题吗？好的，我可以非常感谢。首先，我们现在有机会从美国购买武器，我们感谢这个项目和这个机会，我们感谢欧洲，他们为此买单，通过北约的项目等等。我们有一些项目可以获得资金来资助这件事。我认为这是一部分，不仅仅是为了战争和保卫我们，也是为了安全保障，以加强我们的军队，重新武装乌克兰军队，这非常非常重要。这取决于我们需要多少钱来重新武装。例如，关于防空的问题，我们和川普总统谈过，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有了军事决策，并且我们正在与美国的生产商合作。欧洲没有像爱国者这样的防空系统，我们非常需要它，这也是为了防御。我认为好消息是我们生产的军事设备是世界上最好的，遥遥领先。你提到了爱国者导弹，他们有多好？你们的系统是最好的，我们的系统绝对万无一失，就像2颗子弹在空中互相击中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命中率是100%、99%到100%。我们把设备卖给北约，北约会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协议，但我知道他们希望你们拥有这些设备。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设备，但他们为此付费。在拜登执政期间，情况简直太疯狂了。我相信这个数字超过3000亿，我认为可能达到3500亿美元，包括设备、资金和其他一切。我们在过去2个月里解决这场战争的进展，比他们4年里取得的还要多。这场战争本该早就结束，而且根本不应该发生。请讲。总统先生，一个很快的问题。请讲，你先来。你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取消邮寄选票，可能还要取消电子投票机，您能详细说明一下，以及具体如何操作吗？好的，这个有点跑题了，我简单说一下。邮寄选票是腐败的，邮寄选票，有了邮寄选票，你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我们作为共和党，将尽一切可能取消邮寄选票。我们将从一项行政命令开始，该命令目前正由美国最好的律师撰写，以结束邮寄选票，因为他们是腐败的，你知道吗？我相信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邮寄选票的国家，我可能错了，但几乎是唯一一个使用邮寄选票的国家。结果发生了什么？到处都是大规模的舞弊行为。我们希望改变的另一件事是投票机，他们花的钱大约是纸质选票的10倍，而纸质选票非常精密，有水印纸和其他一切。我们可以获得安全的选举，我们可以更快地获得结果。投票机，我的意思是，他们说我们将在2周内得到结果。使用纸质选票，你当晚就能得到结果。大多数人，几乎所有，但大多数人，许多国家都使用纸质选票，这是最安全的形式。所以在纸质选票非常非常重要。纸质选票，我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邮寄投票。我们将结束邮寄投票，这是一种欺诈。如果你有邮寄投票，即使是吉米·卡特和他的委员会，他们也说了，他说，关于邮寄投票，如果你有邮寄投票，你永远不会有诚实的选举。现在是共和党人采取强硬措施并阻止他的时候了，因为民主党人想要他，这是他们能够当选的唯一途径。男子参加女子的运动，变性人，以及开放的边界，以及所有可怕的事情。现在的新情况是他们喜欢犯罪，他们反对我使华盛顿特区变得安全。我们不想看到人们被抢劫、殴打、杀害，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我很高兴，我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但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抱歉，我们要阻止邮寄选票，因为它太腐败了，你知道。当你去投票站以正确的方式投票，去一个运作良好的州时，你进去，他们甚至问我要车牌号来验证身份。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带。他说，先生，您必须提供。实际上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这样使作弊很难。但是邮寄投票，你们也知道加州的情况，那里非常腐败，有些人会收到5、6、7张选票。不行，我们必须阻止邮寄投票。共和党人必须带头冲锋，民主党人想要邮寄投票，因为他们的政策太糟糕了。如果你们不实行邮寄投票，就不会有很多民主党人当选。这比任何与重新划分选区有关的事情都重要。相信我，共和党人必须变得聪明起来。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国家。我很久以前就在集会上说过，你们需要边境，需要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2件事至关重要，否则你们就……我们现在有强大的边境，总统先生，在90天里，我们没有一个都没有，3个月里没有一个人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事实上，即使我也觉得难以置信，但这是由一个有点自由派的团体发布的数字，所以我猜这是准确的。但是一个非法入境者都没有。你们回顾1年前、2年前、3年前，数百万人涌入我们的国家，那太可怕了。非常感谢。你们需要川普总统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才能达成协议？是美国军队、情报还是设备？到底是什么？所有的一切，实际上这包括2部分。第一，强大的乌克兰军队，这是我开始和你们同事讨论的。这和武器、人员、训练任务以及情报有关。第二，我们会和我们的伙伴讨论，这取决于大国，取决于美国，取决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总统先生，为了让泽连斯基总统同意今天的会面，
您是否承诺会像北约一样派遣美国军队去提供保护？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定义的，但是类似于北约，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提供。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在隔壁房间等着，他们都是来自欧洲的，是欧洲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想要提供保护，他们对此态度非常坚决。我们会帮助他们，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认为达成协议非常重要。您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参与了在乌克兰的维和行动，现在面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些正在遭受苦难并希望美国人民能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乌克兰人民，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我了解乌克兰人民，这些年来我认识很多乌克兰人，他们很棒、聪明、充满活力，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的意思是，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只能做到这些。我热爱乌克兰人民，但我热爱所有人，我热爱俄罗斯人民，我爱所有人。我想阻止这场战争。谢谢。非常重要。谢谢总统先生，您和普京的讨论中有哪些方面让您感到失望吗？这样。我刚刚告诉总统先生，我刚刚间接和普京总统通过话，今天会后我们还会再通电话，我们可能会有三方会谈，也可能没有。如果没有三方会谈，战事将会继续。如果能进行三方会谈，我们很有可能，我认为如果能进行三方会谈，我们很有可能可以结束战事。他正在等我开完会后给他打电话。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这地方真是太棒了！我们在建一个更大的宴会厅。是啊，很漂亮，就在这儿。如果你从这里走，可以直接穿过去，我们会看过那个宴会厅的中心，会很棒的。我跟你说，建成后会非常棒。我想我们今天能谈得很顺利，请进。各位想回答几个问题吗？想吗？坐吧，我觉得应该回答一下。我们这有2位男士，他们等太久了。你好，马克，你说几句吧。感谢，好，很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各位的光临是我的荣幸。这里是个特别的地方，无论你来自哪里，白宫都是特别的，它充满历史意义，而且真的很漂亮。感谢今天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过得很成功，并且就结束乌克兰的杀戮和停止战争，进行了重要的讨论。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我们想要停止杀戮，解决这个问题。我刚刚有幸与泽连斯基总统会面，我们进行了所有的讨论，我们讨论了很多领域。今天我还间接地与普京总统进行了交谈，我们将在会后立即致电普京总统。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稳固的会议，一个好的会议，也许是一个伟大的会议。之后我们将尝试进行3方会谈，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完成它，结束这件事。因为自从2战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很荣幸欢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是欧洲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领袖。现在他是北约秘书长，你做得非常出色，非常感谢你。马克，英国首相斯塔默，我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做得非常好，人们非常喜欢他，我们都很喜欢他。每个人都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从一开始就和我在一起，他是我作为外国政要见到的第一批人之一。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现在我更喜欢他了，这非常好，这很不寻常。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也是那里的榜样。他现在正在任职，即使他很年轻，但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已经在那儿服务了很长时间。
他们干不长，你干了很久，你还会干很久。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他非常强势，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人，在德国备受尊敬，而且他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能有他这样的朋友，非常感谢，很好。你的肤色真好看，在哪儿晒的？我也想晒成那样，真的。还有芬兰总统斯图布，他是一位。你坐在哪儿了？在哪儿？哦，你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你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很荣幸能邀请你来，因为你是一位我们都非常尊敬的人，而且我认为你为这件事的成功以及潜在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非常感谢你能来这里。我们很感激，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我们刚刚和他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与所有这些国家达成的都，我不知道，我想你可能比在座的各位更有影响力，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谈判，而且你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所以我想非常感谢你能来这里。很荣幸能邀请你来。阿拉斯加峰会让我更加坚信，虽然困难重重，但和平触手可及，我对此深信不疑。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是，普京总统同意俄罗斯接受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关键点之一，而且我们也会在谈判桌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谁来做什么。本质上就是这样，我对此感到乐观。我们能够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以阻止未来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而且我实际上认为未来不会发生侵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甚至被高估了。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但我们会找到答案的。而且我认为欧洲国家将承担大部分负担，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会让它变得非常安全。我们还需要讨论可能的领土交换，同时考虑到当前的接触线，这意味着战区那些非常明显的战线，实际上看到他们令人非常难过，还有谈判立场。普京总统还有乌克兰总统，你们刚才见过他，我们将尝试尽快举行三方会谈，而且我感觉你和普京总统会达成一些协议。最终，这个决定只能由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做出，他们也将与普京总统合作达成协议。我觉得这件事会带来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个好的会谈。如果我们能有好的会谈，我会安排和普京总统会面。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去参加那个会谈。不是说我想去，但是我会去的，因为我们想要拯救很多人，不要让他们死去。很多人正在死去，我们必须拯救他们。每周有5000、6000甚至7000人丧生。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在努力实现持久和平的同时，立即实现停火。也许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目前还没有发生。泽连斯基总统和普京总统可以就此多谈谈。你知道，在我们阻止的大约6场战争中，我们都没有谈停火，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你可以在战争中实现目标，但是我喜欢停火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可以立即停止杀戮，但我相信，在这一切结束时达成和平协议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在我参与的所有战争中，我们只剩下这一场了。当然，等我走出这扇门的时候，可能又会开始一场新的战争，我也会阻止它的。我本以为这场战争会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实际上是最困难的之一。它们非常复杂，下一步将是举行三方会谈。我们会安排好的，我期待着共同努力，取得圆满的结果。今天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讨论，我们真的很荣幸各位能来，他们都是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整个欧洲都备受尊敬，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其他国家。我想我应该这么说，差不多是这样。我认为今天我们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达成决议，可能包括安全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我想问总统先生，您想说点什么吗？你们有媒体，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过来，可以用我的位置，或者你们转过身去也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非常感谢，我可以不用麦克风讲话。非常感谢，我认为我们和川普总统的对话非常好，非常好。而且这确实是最好的一次会谈。抱歉，也许未来会有更好的一次，但这次真的很好。我们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问题。首先是安全保障，我们很高兴总统和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乌克兰的安全取决于美国，取决于您以及那些与我们心连心的领导人。昨天之前，他们一直在网上参与，等等。所以很多国家都站在乌克兰这边。我们的人民，我们所有人都想结束这场战争，阻止俄罗斯停止这场战争。我们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还会更多的谈论安全保障。美国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并准备提供安全保障，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或者也许是第一点，人道主义方向，交换所有战俘非常重要。我认为总统会提供帮助。总统先生，我再次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关于我们被绑架儿童的信。我希望这真的能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角色，让孩子们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幸福，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把人们救回来。是的，这非常重要。我很高兴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与川普总统的沟通。我希望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敏感问题，比如领土问题等等，我们将在三方会谈中由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川普总统将努力促成这样的会谈，而且他说他会来或者不来。如果你愿意来，乌克兰会很高兴，他会参与。如果你们都希望我在场，我就会去。我们会的。谢谢，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是的，所以安全保障，带回孩子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民，不仅仅是战士，首先是战士，还有所有平民、记者，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所以我们需要他们回来，还有能长期有效的保障。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向总统展示了很多关于战场上的细节，在地图上，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地图。顺便说一句，是个很好的地图，非常好。我在想怎么把它拿回来。我们会给您一份的。不用，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次具有建设性的具体的会谈。我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人，感谢你们的大力帮助。我们很高兴今天能有如此团结的局面。谢谢您，总统先生，感谢您接待我们，谢谢。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会看到普京总统确实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认为当我们安排好这件事，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认为是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我认为您会看到一些非常积极的举动。我知道有1000多名囚犯，我知道他们会释放他们，也许他们很快就会释放他们，比如立刻释放。我认为这很棒。我们今天会在这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后安排这件事，所以非常好。很棒的发言，我很感谢作为北约负责人马克，也许你可以说几句。好的，我会非常简短。我真的很想感谢你，美国总统，亲爱的唐纳德。正如我之前所说，你打破了僵局，基本上通过与普京总统开始对话。我想那是2月份你进行了第一次通话。是的，那次通话之后，我们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认为，如果我们运作得当，我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必须结束它，必须停止杀戮，必须停止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破坏。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对此感到非常激动。让我们充分利用今天，确保从今天开始，我们尽快结束这件事。我真的要感谢您的领导，感谢您为我和各位欧洲同仁所做的一切，这真的至关重要。您说我愿意参与安全保障，这是巨大的一步，是一个真正的突破，意义非凡，所以我也为此感谢您。此外，北约也同意将国防开支从 GDP 的2%提高到5%，这是一笔巨款，而且是从过去不一定支付的2%提高到实际支付的5%，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这是一个伟大的举措，非常感谢。冯德莱恩，您是否可以代表欧盟委员会讲几句？
好的，非常感谢，很高兴来到这里，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确实，我们欧洲人作为朋友和盟友来到这里，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棒的北约峰会。我们作为世界上2个最大最强的经济体，达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没错。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为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停止杀戮，这确实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停止杀戮，而且很高兴听到我们正在研究安全保障。第5条，安全保障，这非常重要。我还要感谢你提到了成千上万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作为一位母亲和祖母，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家庭，这也应该是我们谈判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以确保孩子们回到乌克兰，回到他们的家人身边。谢谢，我们的确做到了。我只是在想，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为了不同的使命，但是几周前我们达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这是件大事，非常棒，祝贺你，非常感谢你。冯德莱恩女士，还有来自德国的总理先生。好的，非常非常伟大的领导人。总统先生，亲爱的唐纳德，非常感谢今天能邀请我们来，我认为我们能聚在一起，并且得知你们2位今天在华盛顿的会面如此顺利，这非常有帮助。接下来的步骤会更加复杂，你上周5打开了局面，但现在通往复杂谈判的道路已经敞开。说实话，我们都希望最迟在下次会议上能看到停火。我无法想象下次会议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举行，所以让我们为此努力，并尝试向俄罗斯施压。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努力的可信度，取决于至少从认真谈判开始，从下一步开始就实现停火。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并希望在下次会议上看到停火。那应该是一次3方会议，无论在哪里举行。我们准备让总统过去和另一位总统谈谈，看看情况如何，是否能行得通。我想说，我再说一遍，在我解决的6场战争中，我没有一次是先停火的，我们直接进入谈判。其中1场战争，你们也知道，在刚果持续了30年、31年。还有1场我们上周解决的是2个伟大国家之间的战争，持续了35年，我们也没有停火。所以如果能停火，那当然好；如果不能停火，因为对方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条件，很多很好的条件，那也行。请梅洛尼发言吧。非常感谢，唐纳德总统先生，今天能主办这次重要的会议，我认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新的阶段，在3年半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方面有任何对话意愿的迹象，所以有些事情正在改变。由于你，也由于战场上的僵局，情况有所改变。这要归功于乌克兰人的勇敢，以及我们大家对乌克兰提供的团结支持。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也要记住，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和平，如果我们想要保障正义，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所以今天是个非常好的日子。显然，你们可以指望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我们站在乌克兰一边，我们绝对支持你们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我们将讨论许多重要的议题，首先是安全保障。如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是所有和平的先决条件。我很高兴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我们将从一个提案开始。这个提案是，比如说第5条款的模式，一开始就是意大利提出的。所以我们一直准备好提出我们对和平和对话的建议。为了保障和平，为了捍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所以，谢谢总统先生，感谢您今天主持会议。非常感谢马克龙。
Thank you, Mr. President, for organizing this meeting and for your commitment. And everything was said, but I just have to say here. 总统先生，感谢您组织这次会议，也感谢您的付出。该说的大家都说了，但我还是要说。Very hard, and we've worked very hard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to have a peace which is a robust and long-standing peace. This is why the idea of a trilateral meeting. 在座的各位都支持和平。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实现稳固而持久的和平。As a follow-up, we would need probably a quadrilateral meeting because when we speak abou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speak about the whol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is is why we are all united here with.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On this matter. In order to organize such a trilateral meeting, your idea to ask for a truce or ceasefire, at least to stop the killings, as we discussed. 因此，举行三方会谈的想法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In order to have such a long-standing peace for Ukraine and for the whole continent, we do need these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the first one is clearly a credible Ukrainian army for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作为后续，我们可能需要举行四方会谈。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among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s, with the support of NATO, to build the different pillars of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our commitments. And you can be sure that. 因为当我们谈论安全保障时，我们谈论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Security guarantees for Ukraine, but their own security is clearly at stake in this situation. So you can count on us, as we can count on you. In order to deliver.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团结在一起。非常感谢你，埃马纽埃尔，首相先生。总统先生，非常感谢，也感谢您主办这次会议。我可以从埃马纽埃尔开始的地方讲起吗？那就是我们都希望和平。乌克兰的战争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首当其冲的乌克兰人民，但也影响了欧洲和英国，几乎每个家庭和社区都受到了影响。当我们谈论安全时，我们不仅是在谈论乌克兰的安全，也是在谈论欧洲和英国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这次会议如此重要。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已经在电话里讨论过很多次了，总统先生。现在能够坐在一起继续推进，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下午采取正确的方法，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您提到的某种第5条款式的安全保障，与我们几个月前开始的有意愿者联盟所做的工作相吻合。我们将各国聚集在一起，表明我们准备在安全问题上挺身而出。有了您和美国的支持，以及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我认为我们今天可以向前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实际上，这次会议可能会在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方面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我还认为我们可以在实现公正和持久的结果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显然，这需要乌克兰的参与，而三方会谈似乎是明智的下一步。因此，感谢您准备推进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保这次会议在安全保障和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以解决一些难题，那么今天将被视为近年来在解决这场持续了3年多的冲突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其推进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为此感谢你。非常感谢，你知道吗？这很有意思，因为这是白宫的第一次，他们不常这么说。这些年来，自从19世纪，确切的说是1799年以来，白宫见证了很多，但这是第一次我们有这么多的首相、总统以及欧洲各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顺便说一句，亚历克斯，我也想让你说几句。你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让你说几句，说吧。总统先生，您先请。我会把您说的我很年轻的说法转告给我妻子，并努力说服她。
非常感谢您，总统先生。我认为过去2周我们在结束这场战争方面取得的进展，可能比过去3年半还要多。今天我们能围坐在这张桌旁，在某种意义上极具象征意义，代表着欧洲团队和美国团队都在帮助乌克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安全保障方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促成由您、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参加的3方会谈，以推动和平进程。一些国际媒体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芬兰总统会在这里？我认为原因可能是，我们可能来自一个小国，但我们与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线，超过800英里。当然，我们在2战期间与俄罗斯有过历史上的交锋，包括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如果我看到目前局势的一线希望，那就是我们在1944年找到了解决方案。我相信我们也能在2025年找到解决方案，以结束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达成持久和公正的和平。局势非常困难，但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非常感谢 Alex， 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会开一段时间的会，讨论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算太复杂。现在大家都有意愿解决问题。我确实相信，我和普京总统认识很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他也希望找到解决方案，在不久的将来1-2周内，我们就能知道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是这场可怕的战斗将继续下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结束战争，我相信双方都有意愿，这通常是个好消息。双方都想达成协议，我们将一起努力，看看是否能成功，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功，这样我们每周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至少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但我认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我想感谢大家，也感谢媒体。我们还会在这里待一会儿，然后去椭圆形办公室再进行一次讨论，内容也差不多。然后他们将回到各自伟大的国家汇报情况，而我将留在这里工作。你们也要去工作，我们都会继续工作，只是地点不同而已。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工作。但我还是要感谢大家，媒体实际上非常公正，总的来说非常公正。我认为媒体保持公正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必须结束战争，所以我们只希望媒体保持公正。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你们，非常感谢。